体会人间冷暖，看尽世间百态。欢迎您收听人生语录。人到晚年，如果有一份高昂的退休金，这样的老年人，他们的晚年可谓是丰衣足食，生活过得悠闲而惬意。照理说，老人每个月花上会更低，能存不少钱。可是，偏偏有一些退休老人，他们即使每个月都领着高昂的退休金，日子却越过越穷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三位退休老人实话实说。李大爷说：“我今年68岁，老伴今年63岁。我们生有一个儿子，儿子今年已经40岁了。由于儿子是我们唯一的孩子，所以我们就把他看得格外重要的。我和老伴退休前都是工程师，收入不菲。儿子小的时候，我们对他从来都不吝惜花钱，儿子要什么，我们就给他买什么，总是尽量满足他的要求。由于儿子从小在我们的溺爱中长大，所以长大之后就形成了好吃懒做、没有担当的性格。儿子人不坏，就是太依赖我们，即使我们老了，也仍然背负着儿子这个沉重的包袱。我和老伴每个月的退休金加起来有15000块左右。这些钱，如果只是我们老两口自己花，不仅花不完，还能够存下不少的钱。可是，由于我们有一个啃老的儿子，导致我们不仅存不下钱，还欠下了不少的外债。儿子和媳妇虽然赚钱不多，却什么都要享受最好的。孙子从小到大一直都上贵族学校，花费不菲。他们一家3口都穿着名牌，常常下馆子，时不时还要去旅游。儿子和媳妇认为我们老两口有钱，所以花起钱来大手大脚，从来都不会计划着花钱。他们的薪水花完了，就透支信用卡，信用卡还不上了，就找我们老两口要钱。我们几乎每个月都要帮他们还钱，少则几千，多则上万。2年前，儿子和媳妇瞒着我们买了2套房，不止房子的头期款全是借的，每个月还要还8000块的房贷。小两口知道我们不会同意他们买2套房，所以给我们来了个生米煮成熟饭。房子买了之后，他们才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帮还债、还贷款。儿子和媳妇之所以会如此的有恃无恐，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每个月有15000块钱的退休金，我们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还不上贷款，导致房子被银行收回。自从儿子买了2套房之后，我们原本吃紧的日子就越发的雪上加霜。2年以来，我们每天都省吃俭用的过日子，就连鸡蛋都不敢多吃，生怕不够钱还房贷。很多人都羡慕我们，认为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富足。可是我们的苦，只有自己心里清楚。有了沉重的房贷压力，我们这辈子都不可能有经济自由的那一天，只能默默地坚持。而另一位陈大妈自述说：“我今年60岁，很多像我这个年纪的退休老人，仍然在发挥着余热。他们不是在打工赚钱，就是给儿女们带孩子，帮助他们减轻生活的压力。而我却不但不能帮助儿女们，还成为了他们的拖累。虽然我每个月的退休金都有6000多块钱，但即使我有这么多的钱，却仍然不够我看病的费用。我是50岁那年退休的，那时候我的退休生活堪称美好。当时我的老伴还活着，他虽然还未退休，但是只要是黄金周放了长假，他就会陪我去旅游。老伴在我57岁那年，因为癌症离开了人世。自从老伴过世之后，我就由于思虑过度，作息没有规律，导致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。医生让我住院治疗，但我却认为糖尿病不是大毛病，根本不需要住院治疗。我不仅没有住院，连医生开给我的药也没吃。1年多以后，
我的眼睛越来越模糊，去医院一检查，医生说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，需要做镭射治疗，每个月还要在眼球上打一针，控制病情的发展。打针的费用很高，还不能走健保。自从我的眼睛出毛病之后，就再也不敢掉以轻心。即使需要花再多的钱，我也要把眼睛治好。可惜的是，糖尿病后遗症根本无法治愈，只能用医学手段控制病情。我每个月都要去医院报到，我的退休金不仅全部贡献给了医院，还需要儿女的帮衬。自从我看病花钱如流水之后，就发现人到晚年，健康的身体才是重中之重。如果患有无法治愈的慢性病，就像是无底洞一样，即使退休金再高，也堵不上这个窟窿。如今我非常后悔，后悔没有爱惜自己的身体，但我明白得太晚，一切再也回不到从前。第三位孙大爷说，我今年70岁，老伴于10年前因病过世。老伴过世的那一年，我刚办理完退休手续。自从失去了老伴的陪伴之后，我总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日子也过得没滋没味。为了让自己不再孤独，我就走上了相亲的道路。很多的单身女人，虽然她们比我小很多，但她们只要是听说我每个月的退休金过万，就非常乐意与我交往。我认为，既然人家比我年轻那么多，即使我为女人花上一些钱，也是理所当然。所以，每次我和女人交往的时候，都是付出全部的真心，大方的买。可是，我发现那些年轻的女人们，她们只愿意跟我恋爱，却不愿意跟我结婚。每当我跟她们谈到结婚的问题时，她们不是避而不谈，就直接拒绝我，说恋爱可以，结婚绝对不行。久而久之，我就觉得跟年轻的女人交往特别没意思。我要找的是晚年时的伴侣，而不是点到为止的露水情缘。后来，我有意识地跟和我同龄的女人交往，只要女人愿意踏实地跟我过日子，即使老一点、丑一点，我也不介意。我前后接触了好几位同龄的单身女性，最后决定跟比我小5岁的方阿姨再婚。方阿姨长得很一般，但她做事很勤快。这是我最看好她的地方。我直截了当地告诉方阿姨，我不爱做家务，如果她愿意包干全部的家务事，我可以在经济上对她做出相应的补偿。方阿姨回答得挺爽快，她告诉我，只要我给她10万块的聘金，每个月再给她5000块钱的家用，她就会全心全意地跟我过日子，会将我照顾得细心周到。我认为方阿姨说的没毛病，如今雇个保姆都得5000块，何况她是我的再婚老伴。我给她的5000块钱，她还要拿出一部分当家用，比雇保姆省钱多了。10万块的聘金也不多，我完全给得起。没多久，我就和方阿姨成为了再婚夫妻。我履行了自己的承诺，给了方阿姨10万块的聘金，每个月给她5000块钱做家用。可是我兑现了自己的承诺，方阿姨却没有兑现她的承诺。她拿着我每月5000块的家用，却不舍得给我买好菜吃，每天都用一些最便宜的菜对付我，让我吃得味同嚼蜡。不仅如此，她还越来越懒。她不喜欢收拾屋子，总是要等到家里脏得看不下去，才得草草的打扫。她照顾我也非常的马虎，就连我生病的时候，她也没好好的照顾我。这样的日子，我自然过不下去，只好向方阿姨提出了离婚。方阿姨扣了一个玩弄感情的帽子，说她没犯什么错，我却要跟她离婚。她要我补偿她10万块的精神损失费，否则坚决不会同意离婚。我实在不想跟方阿姨继续过日子，只好给了她10万块钱，将结婚证书换成了离婚证书。有了这次的经验教训之后，我后来找的几个老伴，就再也没有跟他们领结婚证书。我后来的几次同居经历，每次都过不长，最后都分道扬镳。
我发现跟我交往的女人们，她们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，都是冲着我1万多块的退休金来的。她们根本没打算跟我好好过日子，而是抱着捞一把就走的态度，让我伤透了心。自从我的原配老伴过世之后，我的钱几乎被后来找的那些女人们花光殆尽。即使我每个月的退休金都有1万元以上，我的日子却依然越过越穷。我很想找一个不花我钱的二婚老伴，却总是没有遇上这样的好女人。如果我有幸遇见这样的好女人，我一定会对她付出全部的真心，跟她白头偕老。易经中讲，看人看人品，交人交真心。这个年头，为人处事要小心。与君子为友，会得到实实在在的情分；与小人为伍，会得到血淋淋的教训。有一些退休老人，他们由于有啃老的儿女，所以即使他们的退休金再高，也不够啃老儿女的花销。这样的老年人，他们的退休金虽然很高，却过着清贫的生活。有一些退休老人，他们由于患有一些无法治愈的慢性病，不得不花高昂的治疗费控制病情。这样的老年人，他们的退休金虽然很高，却仍然无法过着富足的生活。有一些退休老人，他们在失去了另一半之后，就开始频繁的相亲。由于他们遇人不淑，导致财产被骗，所以他们的退休金虽然很高，却全部都为别人做了奉献。当我们退休之后，如果想要舒心的安度晚年，就要坚决拒绝儿女们啃老的行为，要养成儿女独立自主的好习惯。我们要保养好自己的身体，以免将退休金全都送给了医院。我们择偶的时候，要细心观察，千万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，成为了冤大头。当我们退休之后，就要开始为自己的养老生活打算。我们要储蓄金钱，储蓄健康，要想开，放得下，要活在当下，开心地过好每一天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